结果呢，它的马桶就越来越塞，然后它的下水就越来越慢，这代表你财运的堵塞真的在正中间，那这个是对你们家人生病健康非常不好的地方。把排烟室算进去，那就是非常中哦。这个房子我们就会告诉你说，真的都不用看风水，赶快搬家了。所以那如果你把你的床摆过去那边，不就是只有你这边不是大便，但是楼上楼下都是大便吗？这样也是不好啊。请记得订阅设计家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以及打开下方的细细字幕哦。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装潢大小事，我为你解释。你知道家中的浴室其实是风水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吗？因为浴室呢很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也会在你的身体或者是事业会有很多的影响。那我们就想来问一下简老师，浴室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好，浴室里面要比较注意的，通常有几个环节。第一个当然是要维持整洁，所以有窗最好啦。那没有窗，那个排气也要排得很好。再来就是浴室很常有这种瓷砖会斑驳啊，然后或者说用久有水垢啊等等的，这个呢都要维持干净哦。把它修复好，不能说瓷砖裂掉干嘛，这都属于会有皮肤上面的一个影响的问题。好，再下来就是水管是否畅通，因为我们知道水主财哦，如果你浴室是最容易水管堵塞的，一堵塞呢代表财运的堵塞哦，所以这件事要很重要。很多人是什么堵塞而不自知哦，现在呢有些人会上完厕所把卫生纸丢马桶里，对不对？可是呢刚好他买的这个卫生纸是不一定能丢马桶里，结果呢他的马桶就越来越塞，然后它的下水就越来越慢，这是代表你财运的堵塞。所以你财如果流得不顺，那自然就是怎么样，你就进财也不顺，出去也容易出问题，这都不是好事情。包含什么？就是洗澡的时候，这个头发如果塞住了排水孔什么等等，也是会常见的。所以建议大家一段时间就要清洁一下家里面的这个下水道跟整个马桶的状态，这样才会比较好。下一个点就是浴室呢，如果会门对门，或是浴室有在家里中间，或是浴室有影响到任何会有晦气出来的地方哦，都建议长时间哦把马桶盖着，或是冲水的时候把马桶盖着，因为这样子才不会飘出来这些晦气，会尽可能让它保持一些干净的状态啦。好，那这个都是浴室注意的一些事项啦。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我们的个案讨论。第一个个案是彰化的陈小姐啊，刚刚老师已经有讲到所谓的厕所方位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图上呢，它是大概是一个类似 L 型的一个房子，而它的厕所其实刚好在正中间。老师啊，这个位置有风水上的疑虑吗？好，就是如果你家的厕所在你房子的中间，那基本上你们全家人都会一直生病，一直生病，一直生病，所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水结构。但是中间到底怎么得出来？我相信陈小姐有很大的疑惑，是因为她的户型图是一个 L 型的房子。那这个 L 型的房子呢，到底中间怎么定义呢？我们知道，如果以科学上来说，你会认为的中间一定是比较大片区域所谓的中间，但是在风水学里面呢，并不是，是因为风水学里面呢认为你的 L 型里面应该是整个方块区域都是你的，所以会从这个房子的最左下角到最右上角会画一条斜线，接着再从右下角画一条斜线到你右边上面端点最高的地方，所以会把整个房子变成正方形。虽然你那一块没有，所以你会变成一个长方形的状态。变成一个长方形以后，你就知道真的是在中间。那这个是很靠近啦，它没有到正中间，就是靠近玄关跟厕所之间，但也是属于很靠近。在风水上更大的问题会是所谓的缺角问题。一般来说，大家会发现我们在节目上很少讨论缺角，是因为如果缺的不会很大，一般来说我们不太会去讨论它。但当你缺很大的时候，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你房子不方正。所以这种不方正它是 L 型的不方正，也是一种不方正哦。这种缺角很大的情况下，也的确会造成某些磁场上面的缺陷，但是它相对来说是在我们风水上排序放比较后面的，所以不用太过于焦虑。那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担心的是，这个房子如果是 L 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纳气和气流移动的问题。但现代建筑呢，窗很多，所以就算是 L 型，其实影响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唯一要比较担心的部分，还是它的这个厕所在中间的时候，在风水上的意象，所以建议它厕所要长时间保持干净，这样子才会更好一些哦。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冰城的阮先生老师啊，他的主卧呢，其实就是打开就可以看到
到厕所了。那在厕所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主卧打开看到厕所的窗户会不会漏财？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啊，而且实际上我们没有厕所穿堂煞的这个说法是并没有的啦。那比较大的问题可能还是说它厕所要保持干净，因为它厕所看起来很容易有晦气。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它的这个洗澡间是没有干湿分离的。那你没有干湿分离的时候，就会造成整个厕所都非常湿哦。那整个厕所都非常湿的时候，久了就是我们讲整个的发霉的概率就很高，所以导致晦气变得很多。第二个是，如果整个厕所都变得很湿的时候，要很注意会容易有滑倒的一个问题啊。当然，现在有很多的防水材质跟防水的设计，可以去帮你家的厕所做一个防滑。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它要有一个干湿分离啊，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北投的邱小姐，这个厕所呢，它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它就在厨房的旁边。老师啊，厨房跟厕所合在一起，是不是有蛮多风水上的疑虑呢？好，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哦，就是只要厨房对厕所，这个人就是在厨房上面整个财的部分都会出问题，而且健康上面也会出问题，所以算是一个大忌中的大忌。我们会建议他干脆就是不要使用这个厕所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说另外在别的隔间里面隔出一个厕所，然后把这个作为储藏室，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要不然的话，他这样子厨房直接对厕所，而且他厨房又是开放式的，那整个的这个晦气会到处都是，而且对财运也不是太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土城的陈小姐，老师就格局上面来看一下，陈小姐家中的厕所好像也真的居中，但是她有提到一个问题，说因为管线就只能在这个范围，是不是有其他可能可以改善的方式呢？首先，陈小姐，你的厕所的这个管线只能在这个范围，我们会建议你真的是要重新拉啦，就是因为你真的在正中间，那这个是对你们家人生病健康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你如果管线又拉不了，代表你没有在别的地方做一间新厕所嘛，所以你就只能在这个地方上厕所，那个问题就会相对大非常多。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那我就只能建议你让它保持清洁，然后如果可行，你就买一个大的盐灯放在你的厕所里面，作为一个磁场净化的效果。但是老实说，我会说这都是非常有限，因为风水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累积到最后你可能还是会有病痛发生。所以我们建议你尽量厕所换位置或者是搬家，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哦。下一个，我们来看到桃园的刘先生，谱面上面所看到，他的厕所好像应该是没有窗户的，而他呢贴了一个很可爱的假窗户在这里面，不晓得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有所谓的行家上的一个效果呢？首先还是要真的有窗通风啦，毕竟你不会挂的话就不发霉嘛。但是实际上你说心情好不好，的确可以让你洗澡起来心情更好一点，这的确是一个蛮巧妙的设计。但要注意是，这个厕所如果这么湿，你会不会这个话反而也容易变成发霉的一环？这个反而会变成在风水上的另外一个问题哦。建议它还是要维持整个的清洁，然后通风比较重要啦。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丰原的郭先生，他有2间的厕所，而这2间的厕所看起来好像也都是无窗的。到无窗的部分，如果假设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有没有什么其他改善的方法呢？郭先生的厕所里面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水渍跟发霉的一个情况哦，瓷砖看起来是填补过的，可是整个颜色看起来也是偏暗，然后天花板看起来是比较不整洁的啦。那我们会建议你尽量维持整个厕所的整洁，然后不要让它有发霉的一个状态。我推荐大家一个做法是，因为它这个洗澡看起来是在浴缸洗，对不对？然后水难免溅出来。另外一个可能是在地上洗啊。那我们建议你洗完澡之后用一个拖把把任何水渍马上拖干，这样就可以避免说你洗完澡之后这个潮湿维持太久，达成发霉的一个状态。所以长保干燥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庄的蔡小姐，我想这应该会是一个豪宅啊，因为我们光看她的厕所就非常非常的大。那老师在这个大的厕所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好，这个超大厕所一般来说比较注意的几个点，首先第一个点是超大厕所不能比的使用空间又房间大，除了房间不能太大以外，厕所其实也不能大到跟房间一样大，这也不是一个好事啊，因为厕所毕竟还是个晦气的地方。那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窗户，这是好事，因为这很通风，可是它的镜子也超级大，会有个问题哦，就是小心它裂掉或是撞到等等，因为记得镜子裂掉就要赶快换，不能说镜子裂掉之后想说自己还可以继续用，这都会造成家里面的人不顺。
甚至是你照镜子的时候裂掉的位置，导致你身体上会受伤或不舒服哦。那这个镜子我觉得大小算还行啊，比较怕的是那种整面都是整个镜子，弄得跟这个汽车旅馆可能有点像哦，它会有一些这种色情的意味在的时候，其实对整个家里面的婚姻和这个感情就不太好哦。所以呢，特别要注意这件事，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啊，你就发现这个女主人就是她一直没有办法成为正宫啊，那就是比较尴尬，就是因为她镜子是整个落地整面的，那这个比较要注意哦。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永和的简小姐，老师啊，她的主卧室跟她的主浴啊，其实比例上已经有点蛮接近了，而且她主浴的开门的位置其实刚好在主卧室几乎是正中间的位置，请问这样子的配置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它这个厕所的确是偏大，但应该还好，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大到说比主卧室更大，只是它的主浴侧是真的很大，大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点刚刚讲这个小房比大房大的一个问题。不过呢，它要尽量的这个保持它的预测整洁，我觉得还行，因为这个已经是有一点边缘了。这个房子如果比较大的特色哦，是说进门之后旁边就直接是厕所，虽然说门没有对开，一般来说在风水上，我个人在评量上很尾段，但是要很注意就是家中的这个小孩的身体，尤其是男生，因为在有一些流派里面会认为说一进门就是厕所这件事会伤丁，就是伤小孩的身体，所以如果小孩身体真的不健康到一个程度很担忧的话，那建议就是不要去用进门的这个厕所，或者说让进门的厕所维持更多整洁，可以去改善这个问题。你想帮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一进门的右边是厕所，跟一进门的左边是厕所，好像有不同的说法。那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呢？左手代表伤龙，右手代表伤虎，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除了伤丁以外，一进门左手就是厕所，一般是伤龙边，就伤男主；那右手边的厕所是伤女主。经验法则上，这已经是我们很尾段的判断了，因为它在伤上面的确是可能有迹象，但是第一个不容易避免，因为你改的东西可能太多了；第二个是它实际上的伤并没有那么快和那么显著，相较于我们看到什么壁刀、天斩煞，所以这部分我们倒是相对比较少用，就在这里。但它的确是在某些情况下是会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中的陈先生，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有角的一个格局，那这样子是不是有达到所谓的厕所居中的问题呢？如果把排烟室算进去，那就是非常中哦。这个房子我们就会告诉你说，真的都不用看风水，赶快搬家了，就细节都不用讨论了。那如果是这个偏一点的，像如果不把排烟室算进去，它还是有比较中间比较偏，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常保它干净。但是如果你家人真的生病不断，还是建议你搬家啦，主要是这样。那尤其要注意心脏的问题，有老人我们就建议你真的是不要住了啦。如果都是年轻的话，那还是可以看情况决定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内湖的西先生，他的问题最主要是想要问一下入门渐进或者是开门渐进的问题，老师这题有解吗？入门渐进比较大的问题，通常是待在卧室的，因为卧室的厕所有可能是你睡到一半，你就会半夜爬起来嘛，就你开门看到镜子，你很容易吓到自己，就算没有东西，你可能都觉得好像看到东西一样，所以这很可怕。所以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在卧室的话，尽量把镜子的部分挪开，或是你做个隐藏式的镜子，就要看的时候打开来，不要说直接露在外面了，会吓到自己就不太好。其实跟房间里面有镜子的逻辑是很像。那如果是客厅的，一般就还好，因为你走出来会开个灯干嘛的，其实你也会醒一些，就比较不会吓到自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戏子的张小姐，老师啊，她的厕所其实距离2个主卧跟次卧的门都非常近，请问这样子会对他们的身体上面造成所谓的影响吗？好，张小姐这种厕所，我觉得是典型的小宅的状况遇到了，因为你隔间多，然后厕所也隔起来，势必会撞到这个问题。那这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如果厕所有对到，那就要比较注意了，因为它其实很难保持距离，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就是也是一样干燥为上。那从照片来看，它的厕所看起来是新式厕所，不管是干湿分离或通风都做得好像不错，所以应该是能保持干燥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中北区的李小姐，老师她想问的问题蛮特殊的，她想问一下她的主卧的厕所的动线是否能够做修正呢？通常改厕所都会改管线嘛，那我们想他如果把厕所改边的话，那是不是他床就得摆回原来厕所那边？他主卧看起来也不够大，所以那如果你把你的床摆过去那边，不就是只有你这边不是大便，但是楼上楼下都是大便嘛？这样也是不好啊。
对不对？因为你管线也用久了，那肯定都是有问题，绕过什么都不是好事，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轻易的修正你主卧的厕所位置啊，除非那个管线本来就是另外拉的。好，那再来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主卧这个厕所带来的风水不好，我们比较常见就是把它变成储藏室，主卧不要有，就是厕所是比较好的啦，因为你看起来客厅那边还是有一间厕所嘛，就用那间就好。那想请老师来帮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在厕所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补充的地方？好，我教大家另外一个厕所比较细节的看法，但是我老实想跟大家讲，现在光是厕所不在中间，这个房子已经超级难找了。但是如果再加上这个考量点的话，你就更难找了。但还是分享给大家，如果真的很在意风水的同学，我们每个房子有方位嘛，大家知道这个12个地支子丑寅卯也是有方位的，子丑寅卯是方位之外是对应生肖的，属牛虎兔。所以我们想象，举例来说，一般房子北方是在上面嘛，所以我们会看到子的话也是北方，它是正上方。所以你家里如果有人属老鼠，可是你家的子的那个位置就北方的部分是厕所，那个人就会很衰哦。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一般来说，如果要我更往细一点看，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命主的生肖放进去，就他的生肖的那个方位尽量不要是厕所比较好。但是我老实说，在现代来说，因为房子真的太难找了，你要找到这个完美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这里只是一个评量的区间。如果你发现你家人的身体常常生病不会好，而且你在风水上也很找不出原因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个点，是不是这个生病的家人的生肖刚好那个位置就是一个厕所，或是那个位置是一个有煞的地方，那就才会造成他长期不好。那就建议你把这个厕所先不要用，或者说把这个煞用其他的一些化解的方式去把它镇住，或许都能改善你这个长期生病的人的一个健康哦。我们其实今天讨论了也蛮多有关于厕所应该要注意的位置，还有它一定影响了你的健康，因为毕竟晦气是大家都必须要注意跟避免的地方。那我们的节目最后，非常谢谢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卫浴、厕所相关的风水知识。那厕所一直都是这个房子里面必须要有，可是也往往容易造成问题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很多你在厕所上面的注意事项，和你大概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厕所的部分保持干燥，这边都分享给大家哦。那希望大家呢都能把厕所做得好，厕所做得好呢，健康没烦恼。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分享给你的亲友，锁定我们每周4更新，让我们一起过好生活。